大家好，我是东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圣千金》的第二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天马一行人找上了基奈，想让他出战自己旗下的格斗比赛。不过一般邀请别人参加比赛，不是要签合同给钱之类的吗？那天马这个穷逼一分钱都没有，于是只能依靠暴力手段来绑架选手了。面对突然出现挑衅自己的不明女子，基奈虽然表情上笑眯眯的，但他相当随意的丢掉了书包，缓步上前，明显是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啊。天马率先踏出一大步，准备先来个扫踢，试探一下对手的下盘。耶，搞什么飞机啊？怎么一上来我的二五六警报就响了？基奈突然跳起甩出了一脚回旋踢，这分明是二五六的飞虎脚，不对啊，是握王流的裂空啊！天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小鬼居然能够在闪避的同时就已经想好了反击动作。但更离谱的是，基奈这一脚的破坏力直接把天马都给踢爆1了，手臂的疼痛更是深入骨髓。这他妈的哪里是一胜千金啊！我怀疑我这是在看一骑当千啊！天马顿时就被吓到冷汗直冒，完了，这个小鬼强得离谱啊！我们来绑人不会把自己的小命都给搭进去了吧？而这时基奈却突然愣了一下，做出了有些好奇的表情，自言自语的说道：好奇怪哟，明明感觉姐姐你的速度应该很慢才对啊，是出现错觉了吧？就在基奈步步紧逼，一双渗人的瞳孔好像随时都要把天马生吞活剥了一样。哟，小妮子突然应声倒地了，原来是背后一华手持电击枪海皇发动了突袭。要知道，就算是在刃牙的世界里，宫本武藏那样的大佬也挡不住电击枪的妖术攻击不愧是条子中的老油条。一华相当冷静地命令其他人火速带基奈撤离。不久之后，他们就来到了一处工业区的废弃仓库。天马简单的处理了一下自己的伤口，准备对基奈进行问话。但是现在让人感觉非常不妙的是，基奈面对匪徒们的绑架，没有哭哭啼啼也就算了，居然还一副大爷的样子开始点评起天马他们的操作。经验老道的一华示意花奈不要出声，对方这明显是在试探我们的。目前只有天马露过脸，所以基奈不知道绑架他的是3个女人。结果这话都还没有说完，基奈凭借手上铝制手铐的触感，笃定了绑架者是警察的身份。花奈当场就被吓到失声尖叫，一华才正想发火，基奈又表示他早就从脚步声判断出了犯人是3名女性。所以奉劝一华他们不用演得那么费劲了，在这种谈判环节里可千万不能丢了气势。一华马上用人身安全和环境优势威胁基奈，这里可是没有摄像头的哟，小妹妹，你要搞清楚，我才是执法者我现在只要随便给你一个袭击警员的罪名，就能够名正言顺的让你坐牢哟，你最好给我认清身份。基奈一开始还有点滑头的在敷衍着一华，但是当一华提到他掌握着基奈的生杀大权的时候，后者突然就爆发出了堪比蓝然一样的恐怖灵压。他用极度冰冷可怕的声音反问众人道：难道杀不杀你们不是看我的心情吗？3位老大姐居然被一个小鬼都快给吓到尿失禁了。一华虽然不想承认但现在怕是可以认定了，关于基奈的各种残暴可怕的传说大概率都是真的呀。当年基奈的养父，也就是那个神之军师的老大，想要处决掉组织里的内鬼，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医生但是过度自信的他却被医生轻松的给毒杀了。后来可想而知，神之军是瓦解，他们制造的秘密武器都被政府给处理掉了，但这只是官方的通报而已根据一华他们内部的流言，当年有人在警方赶到之前就偷偷的把武器给转移掉了。一华在脑中已经开始怀疑基奈就是那个偷走武器的人，并且他兼备可怕的实力和强大的后盾，所以现在警方那边拿他也没辙因为害怕影响到队友们的心态，一华并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天马和花奈，
而此时的吉乃见三位绑架犯半天都没有什么反应，居然又切换成了阳光开朗的活泼语调，表示自己很愿意帮助天马他们。这一下可真是给三个人都整不会了。原来吉乃对于天马是非常的感兴趣，他表示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超出了自己预判的迟缓型对手呢。正说着，吉乃居然主动站了起来，他表示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学业，没事啊，陪天马他们玩玩什么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什么情况？吉乃不知从何时起啊，已经解开了手铐的束缚，看他那扭曲下垂的手指，我靠，居然凭借肌肉的收缩运动回弹到了正确的轨道。这个小女孩年纪轻轻，居然就已经掌握了2斧流的脱骨术啊！眼看已经彻底无法约束吉乃那强大的实力，三位老姐妹啊，陷入了他们人生中最艰难的困境。现在他们到底是要继续利用吉乃来实现格斗联盟的发展呢，还是情况已然反转？他们三个啊，才是被迫听令于吉乃，为了活命啊，不得不将计划进行下去。从这一天开始，三个人的命运将会迎来不可逆转的改变。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一集啊再继续来分解吧。本话结束。